养好伤后，我赶回京与夫君和儿子团聚。平远侯府的下人却将我拦在了门外。站住！今日府内有贵人宴饮，闲杂人等退避。我是这府里的主母陆云儿，5年未归，你们这些新来的不认识我，去通传侯爷，就说我伤愈回京了。主母，少在这白日做梦，我们侯府的主府正高高兴兴在里头办寿宴呢。今日柳夫人生辰，侯爷和世子特意吩咐过，没有请柬的客人一律不得入府打扰，识相的赶紧滚，别在这儿出眉头。柳夫人，平远侯府除了我这个侯夫人，我竟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柳夫人。陆云儿，你何时回京的？夫君，这位是……你几年未归，连个信儿都无，为何偏偏挑在阿阴生辰这日不请自来？你故意穿成这样，是诚心来找不痛快，让我们谢家丢脸吗？谢时安，我九死一生刚下大绝世，你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罪。行了，难道阿阴想高高兴兴过个生辰，你也要年酸吃醋？你大可不必如此狭隘。就是自私，我未伤兵死在寺里咳血5年，你谢时安怎能封侯拜相？我的血肉竟养活出这么一对白眼狼。夫君，这位妇人到底是何人啊？难道是你在外头偷偷养的外室？怎么这般寒酸老气，连京郊的农妇都不如？哎呦，平远侯如今盛宠正浓，怎么会养个这般寒酸枯槁的外室？别人家的外室哪个不是千娇百媚、如珠如簧的公着？侯爷这眼光，怎么竟挑了个老气安秋的丑八怪？瞧这落魄样，怕是路边的叫花子都要比他体面几分。莫不是从哪儿跑来打秋风的穷亲戚，见侯府办喜事，想来讨几个赏钱吧？陆云儿，你几年不回京，一回来就故意穿成这副乞丐模样，非要在这大门口让我们谢家丢尽你才满意吗？王子吗？你安的是什么心？对不起，当真是对不起，这竟是姐姐。阿姨眼拙，没能认出姐姐。姐姐明明只比我年长1岁，可今日这般瞧着，倒比阿姨年长了10岁有余。阿姨一时间竟没认出来，还以为是夫君在外头偷养的。姐姐莫怪，今日是阿妮的生辰，夫君和瑞儿一门心思，只想好好替我庆贺一番，全府上下都忙昏了头，这才没有注意到姐姐归京，叫姐姐在这冷风里等了这般久，都是阿妮的错。阿妮给姐姐赔个不是，姐姐千万莫要怪罪夫君。阿妮给您跪下了。你起来！你如今是平远侯府名正言顺的平妻，在府里与他平起平坐，你有何错之有？他陆银儿受不起你这一拜，你无需向他行礼。平妻平起平坐，谢时安，你莫不是忘了这侯府的一砖一瓦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夫人，这女人好深的心机，当着众人的面嘴上说着给您赔罪，其实处处都在炫耀她得宠，倒显得她才是这平远侯府名正言顺的主母。陆云儿，你一回来就摆出这副半死不活的态度给谁看？你摸着良心想想，这几年你在大觉寺，我最开始何尝冷落过你？我也是每个月都雷打不变的与你写信的。写信？侯爷不提家书倒罢，提起家书，我倒要当着诸位宾客的面问，当年你的家书后来都写了些什么？云儿，你为了救太后受此重伤，我心如刀割，你一定要安心养好伤。我和瑞儿在家里日夜等你回来。云儿，瑞儿年岁渐大，我近日为她请了一位女先生柳荫教弹琴，此女知书达理，阿阴当真能干聪慧，不但让瑞儿听话懂礼，还帮我打理内宅种树武。侯府今如今越发有了规矩体面。封家书到最后满纸都是柳荫。2年前，侯爷索性连敷衍的一字都懒得再记。我原本以为你是公务繁忙忘了，原来是忙着背着我抬她为平妻啊！姐姐莫怪，当时是夫君怜弃阿阴无名无分，这才以平妻之礼引我入门，并非阿阴有意僭越。陆云儿，你够了！平远侯府我才是主君，我娶妻纳妾轮不到你在这儿做主。就算你是平远侯夫人，这几年是阿阴在照料我和瑞儿，她才是侯府当之无愧的女主人。当不得柳夫人一声姐姐，我们陆家世代清白，只有我一个独女，没有姐妹。平远侯府也从未正式纳妾纳小，何来的妹妹之说？夫君，阿宁早说过，我这等身份不配进这侯府的高台门楣，如今姐姐一回来，便这般看低阿宁。阿宁，莫听他胡言，有本侯在，谁也轻贱不得你。夫君，当时你在刘府门前许下誓言，说大启虽无平妻之法，你却定要以平妻之礼引我过门，我柳家门楣才没蒙羞。如今姐姐这般将我踩在泥里，阿妮这柳家女当真没脸活了。平妻，好一个柳家门楣！大启律法白纸黑字，妾就是妾，平妻不过是市井遮寿的混名。你口口声声书商门第，难道柳大人没教过你什么叫礼义廉耻，什么叫尊卑有别吗？陆云儿，你闭嘴！侯府我才是主君，我娶妻纳妾轮不到你这深山里回来的妇人做主。这5年，你占着侯夫人的名头，何曾为我与瑞儿尽过一天妻职？
全靠阿音主持中部，照顾我们父子，打理内宅，她才是这侯府当之无愧的女主人。你故意穿成这样，是诚心来找不痛快，让我们谢家丢脸吗？怪道说平远侯宠妾灭妻呢，原来这位正室常年养病，早已失了掌家之权。一个在安堂里待了5年的妇人，连妆容都这般憔悴，平远侯带出去岂不是丢了面子？也难怪侯爷只带柳夫人。夫君，今日宾客迎门，莫要因为阿音伤了姐姐的夫妻和眠，让贵人们看了笑话。今日是阿音生辰，本侯懒得与你争辩。既然你已经回了府，就该有个夫人的样子，去换身衣服，赶紧进府帮着阿音操持，迎一迎女眷。而且你这样空着手回来，连一件生辰礼都没给阿音准备吗？当真是狭隘至极，丢尽了侯府的脸。陆云儿，你堂堂侯夫人回京见礼，难不成还要本侯教你？你且看看阿琳这一身装扮，再看看你自己，哪怕是顺路财脉，也该选件像样的生辰礼作为补偿。补偿？我在大觉寺5年，咳出的每一口血都是为了谢家。这5年，他从未想过去看我一次，更不曾想过我是否穿暖吃饱。如今我踏入家门的第一步，他竟问我送所外事的礼物。你那是何种眼神？莫非在大觉寺修身养性5年，反倒变得这般乖戾刻薄了？母亲，京中贵女们的礼仪你都忘记了吗？你怎么可以不梳妆打扮就出来见人？今日府里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。瑞儿，你3岁高烧不退，是谁在佛前跪了3天3夜？是谁日夜守在你的榻前，连眼都不敢合？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瑞儿，儿不嫌母丑。娘亲以为你会知道这个道理，你见到生母的第一面不是请安，而是站在这里指责我的不是。姐姐，瑞儿这些年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她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要打要骂你只管朝着我来。她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孩子？陆云儿，你当真疯了？一回来就对着阿妮和瑞儿发疯。姐姐，瑞儿还小，您何必……陆云儿，你满意了？瑞儿才10岁，你一回来就闹得家宅不宁，闹得大家都不高兴，你到底存的什么心？所以侯爷的意思是希望我陆云儿这辈子都烂在大觉寺，最好悄无声息地死在那儿，好给你们腾位置，是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谢时安，你是不是在大富大贵里待久了，忘了本？看来这侯府的主母确实换了人，这审美倒是跟柳英这外女的身份相配得很，引人发笑。闹了这一场，我累了，先回主院歇息。等等，陆云儿，你不能去那里。那是我的院子，我为何不能去？姐姐莫要动怒，您常年不归，侯府里的琐事总要有人打理。夫君见主院空着也是浪费，前些日子已经做主，把姐姐的院子挪到了西边的听竹轩。听竹轩，那不是给府里妾室姨娘住的荒皮院子吗？夫君说姐姐身子不好，听竹轩僻静，适合静养。侯府主母谢时安，你且问问这满京城的权贵，谁家主母进府是不需要正式点头的？他进府可曾经过我同意？可跪在我面前敬过一杯妾茶？什么礼数都没有，那便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。肚里怀着的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奸生子，一个怀着野种的也配住在平远侯府的主院，想正视夫人的尊荣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如此恶毒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奸正子，他是谢家的骨肉，是侯爷名正言顺抬进府的，你怎能如此羞辱我？陆云儿，你说话太难听了。阿音出身清白，岂能容你这般践踏？我也是出身书香门第，我早就说过柳家女绝不做妾。我是以平妻之礼入的门，入了族谱，办了席面。按我朝律法，平妻与正室地位等同，我不必认你做主母，更不必卑躬屈膝。我真是书香门第，竟然还读过几本律法。你既然懂律法，正事尚在，夫君若要立平妻，须得正式亲笔签下授允书，并送去礼部备案，否则这门亲事便视为欺诈。柳英，你信不信？你问问你的好夫君，他敢不敢去礼部翻翻？那儿可有我陆婴儿签下的授允文书。侯爷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备案文书呢？为什么我进府4年，从未听你提起过这些？阿音，你莫听他危言耸听。律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是这侯府的天，我说你是平妻，你就是。谢时安，你当真以为你谢家的天能遮住这天下的王法？主院当值的下人都给我听好了，1个时辰内把主院里所有不属于我的脏东西通通扔出来，按照5年前我离家时的陈设，全部给我恢复原样。姐姐离家久了，怕是不太懂如今这平远侯府的规矩，这搬挪院落可不是儿戏，要先报账目，再排遣人手，哪能随心所欲？如今是我在主持中会，下人们不过是按规矩办事，没有我的手令，谁敢乱动主院的东西？规矩？我离开5年，看来你们确实是忘记了，这平远侯府到底是谁在做主？可要我亲自帮你们想起来。快，赶紧搬，听夫人的！都不要命了吗？啊，夫人可是镇国将军的嫡女，当年有下人被主求荣，被夫人一刀把头皮削掉了一半，鲜血累了一地都没合眼。
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这些狗奴才，都回来！我才是主母！住手！我和你们说话都听见没有？你们这些没长眼的东西，统统给我住手！反了，简直是反了！我看谁敢再动一下，等会儿我便回了侯爷，把你们统统发卖到塞外去做苦力！狗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逆了柳夫人的意思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她才是这府里的主母，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儿作乱？哼！你亲问你到底算什么？谢时安，你似乎在大富大贵里待久了，连脑子都生锈了。我想你可能忘记了，你这谢家满门的荣耀和你这身显赫的侯爷官服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陆云儿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若不想我明日进宫面圣，一折奏板剥了你这身画皮，现在就带着这个女人滚出我的院子！夫君，你可是侯爷这大朝的勋贵，为何要听他的？万物皆不狂，只有你的眼明亮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那一脚的威风劲儿哪儿去了？侯爷，太后，好孩子，你救了哀家，哀家定要重赏你。臣女不求封赏，只求太后能将这份功劳给我夫君。云儿，大觉寺清静，适合养伤，你一定要养好伤。我和瑞儿会天天想你的，我们会常来看你，在家里日夜等你回来。你放心，等你回府，平远侯府的正单主位，府里的一砖一瓦一定都和现在一模一样，绝不叫你受半分委屈。5年时间，谢大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这平远侯的门楣是高了，可谢大人这记性倒是全丢了。夫君，这叫妾身如何做人啊？陆云儿，你既然一定要闹，那便随你。阿宁，我们走。5年一梦，谢时安，你许我一切招就，可如今我回了府，却发现这世间最靠不住的，便是你这狼心狗肺的承诺。夫君，你让我怎么不哭？那主院是姐姐的，这听竹轩才是妾室待的地方。我如今住进来，这满府的下人会怎么看我？京城里的夫人们会怎么议论我？夫君，不如你给我一纸休书，放我回家去吧。如今姐姐这般恨我入骨，连主院的一草一木都不许我碰，这侯府以后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？胡说，谁敢给你休书？你娶我时明明许我平妻之位，说要与姐姐平起平坐，可如今姐姐一回来，我竟成了个占人屋子的外室，在这听竹轩里，我连个妾也不如了。胡说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妻，谁敢说你不如妾？陆银儿刚从大觉寺那个山旮里回来，他还不知道如今京城里的情形。这5年来，是我带着你出入各大宴席，是我带着你拜会权贵。如今京城名流圈里，大家只认你柳荫是平远侯夫人，谁还记得她陆晶儿是个什么模样？她不过是在大门外耍个正式的威风，这京里的交际，她半步也挪不动。柳依，父亲，瑞儿怎么了？可是被吓着了？阿音，慢点吃，这荔枝是南边刚运进京的，最是清甜。柳依，你今日穿这身红裙真漂亮，就像画里的神女一样。那些书院的童王若是见了，准得羡慕死我有着一位高贵典雅的母亲。瑞儿净说胡话，你亲生母亲在那儿呢，叫旁人听去像什么样子？这件百花裙，这只金凤步行，那是5年前我救下太后，太后亲口下谕赏赐给我的御赐之物。我因重伤从未上身，一直视若珍宝的收在库房里，如今竟穿到她一个外室身上。哎呀，姐姐来了，昨夜在主院睡得可还安稳？夫君，你看姐姐总盯着阿英瞧，莫不是阿英这身装扮出了什么纰漏？哼，陆云儿，你不在院里好好休养，一大早过来拉着一张脸给谁看？你好大的胆子，谁许你穿戴我的衣物和首饰？侯爷，姐姐是不是动怒了？阿妮只是想为您争些光。陆云儿，你且瞧瞧你现在这副看高的鬼样子。今日太后寿宴，宫里给了平远侯府帖子，你以为凭你现在的容貌进宫，不是在给本侯丢人显眼吗？丢人显眼？谢时安，
你竟嫌我容貌有损。京中贵炫哪一个不是花团锦翠？阿林替你进宫便是。他这几年在京中与各府的夫人们都相熟，进去了也好替侯府结交一番。你才刚回来，往后有的是机会进宫。今日就在府里老实待着。那件百花裙，还有那只金凤步摇，是5年前我九死一生救下太后，太后亲口下谕赏给我的。我当时重伤垂死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，只能躺在病榻上遥遥谢恩，甚至连衣角都未曾摸过一次。谢石安，你明知道太后赏赐这些是为了……太后的旨意是赏给平远侯夫人的。阿音既然是平远侯府的平妻，那便是侯夫人，她有何待不得？这衣服首饰本就是死物，谁穿不是穿？阿音，莫要为些琐事扰了心神。时辰快到了，宫门前的车马可不等人，莫要误了进宫贺寿的时辰。夫君说的是，臣妇定不辱命。柳姨穿这身定能艳压群花。父亲，咱们快走，别让太后等急了。你在府中好好休息，莫要在整日里拈酸吃醋。京中的应酬，你如今也插不上话，就以后再说吧。夫人，您瞧瞧侯爷，他怎么敢如此对您？他是不是忘了，这平远侯府若不是您当初舍命救驾，若不是陆家倾力相助，他谢石安如今还在校场吃土呢，他怎么敢？由他去，平妻也好，侯夫人也罢，他柳英既然这么想抢我的位置，那就让他去太后面前试试，看看那个位置他坐不坐得稳。谢石安想借寿宴之机带京城柳英才是侯府主母，可惜他忘了，太后给出的东西从来不是那么好拿的。瞧那布料，金凤吐珠，那手工，那气度，分明是内造府出的极品。全京城只有当初赏给陆氏的那一只有这般成色。平远侯，你身边这位夫人是何人啊？禀太后娘娘，此乃臣的平妻柳氏，今日特来为太后贺寿。臣妇平远侯夫人柳英，恭祝太后千秋长寿，福泽绵长。平远侯，臣在。哀家记得平远侯夫人是镇国将军的嫡女陆云儿，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你谢石安什么时候休了妻？又是什么时候换了妻室？太后恕罪，臣并未休妻。哦，柳英是臣迎娶的平妻，今日是因为云儿身子不适，阿英担心太后寿宴无人贺礼，才带她进了宫。平妻？所谓平妻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妾，一个妾也敢堂而皇之出现在本宫寿宴上。你是想告诉全天下，平远侯府的妾能上本宫的寿宴？你是来打本宫的脸吗？太后开恩，臣不敢。这金凤步摇是当年本宫赏给救命恩人的东西，你竟敢让一个妾室戴在头上？平远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开恩，臣是以平妻之礼迎柳英进门的，她真的不是妾。那是哀家看错了。是云儿，云儿和阿音私下里姐妹情深，这金凤步摇是云儿特意送给阿音穿戴的。是姐姐送给臣妇的，请太后娘娘开恩。姐妹情深，云儿亲手送的。来人，哀家恰巧听闻平远侯夫人昨日已从大觉寺回了京，请平远侯夫人陆晴儿即刻入宫。平远侯夫人陆灵儿觐见。灵儿，快到哀家这儿来，几年不见，你这身子可大好了。在大觉寺受苦了吧？瞧瞧太后这态度，谁才是正主儿还不清楚吗？所谓平妻，说穿了不就是个妾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也敢扮成侯夫人进宫贺寿，当真嫌命长了，可不是吗？平远侯夫人当初为救太后重伤，离京5年，侯爷倒好，带着个妾室在大殿上妾子过的炫耀。谢石安当真是猪油猛了心。侯爷，姐姐定是故意的。她明知道太后会动怒，却不阻拦，还故意穿得这般素净来反撤。她是想害死妾身啊！她是诚心想看我的笑话。你这孩子，哀家先前让人去信让你回京，你昨日一进城，本宫便知晓了。原以为你今日一早便会进宫给哀家贺寿，哀家等了半晌也没瞧见人，没想到你竟然敢偷懒不来，还要哀家派人去请你。禀太后娘娘，云儿身子还虚，臣是看她实在虚弱，出于心疼才叮嘱她在府里好生休息，绝非她想偷懒。臣是怕宫宴上没有平远侯夫人出现会对太后不敬，这才带了柳英进宫，请太后恕罪。灵儿，你也快帮我跟太后娘娘解释一下呀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和侯府好，千万别让娘娘误会了。娘娘，臣女本来是一心要进宫给您贺寿的。那为何迟迟不动身，
只是臣女回府后发现，太后娘娘当年所赐的朝服和那只金凤首饰都被人穿戴走了。臣女怕身上穿的寒酸，若是就这样进宫冲撞了寿宴，那才是对太后的大不敬，所以才不敢出门。平远侯说，柳夫人是府里的平妻，那便也是侯夫人。既然是侯夫人，自然也穿戴的太后所赐之物，臣女不敢阻拦。哼，好一个自然也穿戴的。李大人，臣在。你是礼部尚书，哀家今日想当众问问你，在这大朝的律法里，平妻也算妻不成？李大人，你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清楚，娶平妻可要经过正室夫人的同意。回太后，所谓平妻，不过是民间为了名头好听的俗称罢了。在王法里，平妻说穿了，也不过就是个妾。按礼制，凡纳妾事，非得正室夫人亲笔画押同意不可。且在成亲礼后，妾室必须向正室夫人行跪拜礼，敬妾室茶，这才算是全了礼数，正式进了家门。而平远侯娶这位柳氏，是在4年前。不知侯夫人当初对这桩婚事可曾知晓？可曾亲笔签过那授允书？知晓，同意。我是昨日才九死一生回到京城，也直到昨日，我才知道平远侯府里居然多了一位柳夫人，更不知道，原来我离家5年，我那湘君竟已替我寻了位平起平坐的妹妹。不仅如此，这位柳夫人进府4年，早已占了我作为主母的院落。我这个原配正妻回府，反而被赶到了姨娘住的听竹轩，锦衣玉食，主母待遇。柳夫人这4年过得当真是好生风光。看着侯府里这般花红柳绿的模样，我想侯爷这心里定是盼着我这辈子都病死在大觉寺，最好永远别回京了吧。一个贱妾不仅霸占正室宅邸，还敢公然觊觎侯夫人之位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柳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娘娘开恩，阿英不敢，阿英万死也不敢啊！侯爷救我！太后娘娘请息怒，陆云儿，你别在这儿不依不饶。这5年你去养伤，府里上下若是没有阿英操持照护，早就乱成一团了。太后娘娘，臣并非存心欺瞒，只是灵儿当时远在寺庙，阿英进府也不过是为了替她操成家务。既然灵儿如今已经回了府，之后再给她过明殓、补敬茶便是了。过明路，难不成我不该纳妾吗？这5年你在寺里躲清醒，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尽之责，难不成我谢石安就该打一辈子光棍，不能娶妻纳妾吗？谢石安，你这当真是自己找死！原来平远侯这心里是在怪哀家让你谢府无人照护啊！哀家竟然忘了，云儿是为了救哀家的命才受的伤，才不得不舍下幼子去大觉寺那冷清地方养了5年的伤，这才没能在侯府好好的照拂你这个金贵的侯爷。臣不敢，太后娘娘恕罪，臣绝无此意，臣嘴笨失言，求太后娘娘恕罪啊！太后娘娘，阿林这几年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您念在臣一片痴心的份上，开恩吧。况且陆云儿与臣成婚10载，除了瑞儿之外，便一直未有所出。平远侯府子嗣实在是单薄。如今阿英已怀了臣的骨肉，于谢家有大功，给他一个平妻之位，让他名正言顺地生下孩子，有何不可？求太后开恩，允阿英一个名分。既然你这么想要名分，谢石安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谢石安，子嗣单薄，嫌我无所出，你是不是在这平远侯府的高位上坐得太稳，连自己的出身都忘了？5年前，你不过是个在校场摸爬滚打、领着微薄俸禄的小小校尉。你提这些陈年旧事做什么？若非当初我舍命救下太后，若非我跪在娘娘面前，求娘娘将本该属于我的封赏全部转赠于你，你以为凭你当年的平庸资历，今日能有这般泼天的尊辱，能在这大殿之上对着我陆云儿指手画脚？如今你却对着我说我没尽到妻子之责。我陆妍儿这5年在大觉寺咳出的每一口血，都是为了保住你谢家的侯爷爵位。一码归一码，功劳归功劳，可阿您毕竟怀了我的骨肉，我谢家不能断了香火。求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，平远侯谢石安凉薄至极，忘恩负义，臣女离京5年，用性命换他前程，他却早已变了心意，在京中娇妻美妾，享受其人之福。既然他口口声声说他与柳氏是真情实意，嫌臣女碍了他们的眼，臣女也不愿再在这侯府里消磨残生，恳请太后开恩，恩准臣女与平远侯和离。陆云儿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提和离！既然他想要他的阿英做主母，臣女便成全他们这一对有情人。云儿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和离？你要和我谢石安和离？谢石安，这5年时间，
已经足够让我看清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我不在府里的这5年，你享受着我用性命为你换回的荣华富贵，你住着侯府，穿着蟒袍，却忙着和别的女人享受齐人之福。我也曾为了寻你，娇妻在侧，稚子绕身，你做着高高在上的平远侯，全然忘了在大觉寺可写的妻子。既然你这般心疼柳氏，既然你觉得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那我成全你，不好吗？云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平媳也是妾，名不正言不顺。今日只要你签了这份和离书，你便可以光明正大让她坐上正式的位子，让她做你平远侯府名正言顺的夫人。这不是你日夜所盼的吗？云儿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我并未说不要你，你依旧是平远侯夫人，我只是想给阿音一个平妻之位而已。她也是为了谢家呀。谢时安，你当真让我恶心！你想要左右恒源二女共侍一夫，那是你的白日梦，而我陆云儿却再也不愿意与你这种厚颜无耻之人共度此生。云儿，你上前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平远侯谢时安如今权势正盛，这和离一旦准了，便再无回头路。臣女当真不后悔。臣女恳请太后开恩，让臣女与平远侯彻底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太后，万万不可！常言道，宁拆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臣与灵儿成亲10载，那是从威时走过来的真心相爱啊！真心相爱，侯爷的真心未免太廉价了些。云儿，你莫要胡闹了。我知道你今日是为了阿音的事受了委屈，你不过是时拈酸欺醋，想拿捏我罢了。太后娘娘，云儿只是在耍小性，臣发誓，回府后定会千倍百倍的补偿她，好好待她。求太后绝不能答应和离，这不仅是毁了臣的家，也是在动摇臣的官身啊！夫君说的对，姐姐定是动了气。昨日阿音生辰，夫君办的确实热闹了些，想必是怠慢了刚回府的姐姐，才让姐姐生出这般误会。姐姐，回府后阿英定会亲自为您侦查认错，等回了府，夫君好好劝劝您，您定会回心转意的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在这儿叫外人看了笑话？误会，一时之气。谢时安，你当真觉得我陆云儿这般廉价，会为了一个妾室的生辰而自毁姻缘？谢时安，我且问你，你只记得昨日是柳夫人的生辰，那你可知昨日除了她的生辰，还是个什么日子呢？昨日不就是你回京的日子吗？除了这个，还能有什么特别的？谢时安，成亲10载，你记住了外室进府的每一个日子，却唯独忘了昨日也是我的生辰。我不是故意忘记的。阿音她出身不好，这些年从未大办过生辰宴，昨日不过是想满足她自小的一个心愿罢了。心愿？云儿，我当真没想到你昨日会突然回京，我若是焦点，绝不会不给你办生辰宴的，你信我。谢时安，你我成亲快10年，这10年里，我的生辰你可曾陪我过过一次？你记不住妻子的生辰，却把一个外显的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无需再骗自己了。既然你这般心疼他，我便成全你和你的阿玲，让她名正言顺地坐在你身边，让她成为谢家真正的正妻，成为瑞儿唯一的母亲，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？瑞儿昨日在门口也说了，她这辈子都不想要我这个母亲，她宁可我死在大觉寺，永远不要回来，她要柳姨做她的亲娘。瑞儿，那是孩子气的话，是不是气话？你我心里都清楚。谢时安，你不用再觉得委屈，等和离书一签，平远侯府再无陆云儿。平远侯，臣在。原本看在云儿的面子上，哀家才允你今日入宫，没想到你竟是个这般宠妾灭妻、数典忘祖的东西！带着你的人滚出大殿！哀家的寿宴容不下这等上不得台面的妾室辱没了清静。瞧瞧，平日里那股嚣张劲儿哪儿去了？原来是个连台面都上不得的野路子。哼，宠妾灭妻至此，平远侯这辈子的官运怕是到头了。站住！那团蝶锦绣百花裙和金凤步摇，是哀家当年感念云儿救命之恩特意赐下的，你也配穿？太后，来人，把她身上那层皮给哀家扒了！不要，求太后开恩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我是侯府主母，侯爷救我！什么主母？不过是个混进宫的贱妾，也敢在太后面前放肆！陆云儿一定是早知道会如此，才故意不进宫，故意让我来替你，故意让我出丑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侯爷明媒正娶的妻室，你怎么敢这般害我？你怎么敢如此对我？柳英，你似乎还没弄明白，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不该伸手去碰。在这平远侯府里，我是主，你是仆。你要记清楚，只有我陆云儿不要的东西，你柳英才有资格捡。
想必是大理寺卿柳大人这些年忙于公干，没空教你规矩。也是，作为一外室生在外面的私生女，一直跟着做外室的母亲生活在刘府外，想必是从未受过正经教养的，自然不懂得什么叫礼义廉耻。什么外室女？陆云儿，你为了毁我名声简直疯了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什么柳大人？我父母早亡，我是书香门第之后，你为了赶我出户，竟敢当众捏造这种弥天大祸！什么大理寺卿？阿林，这究竟和你有何关系？云儿，你为何说她是外室女？阿林进府时明明报的是清白家世，你莫要为了和离，就随便拿这种身份的事来污蔑她。谢时安，你当真以为我是当年的软柿子？谢家如今的确势大，可你忘了，我父亲陆将军虽走，但他留下的暗卫还在。我想查的人还没几个查不到的。污蔑？我这倒有一份详尽的底细资料，今早一遍整整齐齐放在了我的床沿。若柳夫人当真身正不怕影子白，不如咱们现在就请大理寺卿柳大人进来，当面对质一番。阿音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？什么对峙？什么柳大人？侯爷还真是痴情。你以为那场游湖偶遇是上天垂怜，让你遇见了此生挚爱？那是柳大人费尽心机安排的一场局。你的一见钟情，不过是人家击毙后处心积虑的勾引。他把你当成垫脚石，想等柳荫生下谢家的长子，坐稳了这平远侯夫人的位，再名正言顺的把他们母女接进门，给他柳成风的私生女一个泼天富贵。一派胡言！陆氏，你就算想报复平远侯，也不能拿本官的清誉开玩笑。柳成风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夫人，你听我说，这都是陆氏的离间计。夫人，这是宫宴，有话回家说。柳成风，那个在平远侯府里耀武扬威、不要脸的贱妾，真的是你和外面的狐狸精生的野种。回家说，你瞒着我养外室生私生女，还把她塞进侯府，想谋夺正妻之位，你还有脸回那个家？好啊，柳成风，你敢背着老娘在外面养小货色，连私生女都这么大了，老娘今天就跟你拼了，咱们谁也别想活！小娼货，我说平远侯哪来的胆子宠妾灭妻？原来背后有你爹这个老东西撑腰。这便是你们想要的荣华富贵。柳荫，这场面你可还满意？夫人，夫人，你莫要听那陆氏风言风语，他是诚心想搅乱寿宴，在这离间咱们夫妻感情啊！我柳成风为官清廉，什么时候养过什么外室，更没什么私生女儿。夫人，你随我回府，莫要让这些居心叵测之人看咱家的笑话。清廉笑话？谢时安方才亲口说这小娼女是他没正娶，若不是你这亲爹点头，谁家敢随便安个平妻的名头？柳夫人，您若是不信，大可不必在宫门前费力气。甜水巷东面最后一间院子，门锁后院有棵歪脖子柳树。柳夫人尽管派心腹去查，柳大人的私服、常服可都在那屋里的柜子里收着呢。好啊，连地方都对上了。柳成风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跟我去甜水巷，老娘今天非要把那间狐狸窝给拆了，把你们这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一起进猪笼。夫人饶命啊！和离、外室女、大理寺卿的局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阿林到底是谁？我这侯爷的位置是不是真的保不住了？带出去，莫要在这里脏了太后娘娘的眼。夫君，救我！他不与我争，这府里的主屋，这太后赐的华服，他哪一样没争？云儿，瑞儿说的对，你做事太冲动了。这侯府的体面和瑞儿的前途，难道抵不过那点自尊心？护着的，护住谢家的爵位，竟然是这样一个只在乎名利，对他生母没有半点怜悯之心的白眼狼。考虑，瑞儿，你想要的考虑是想让我在这侯府里守着一个背叛我的丈夫，看着一个外室骑在我头上，只为了保住你在书院那点虚伪的面。我在大觉寺卧病5年，你可曾写过一封书信问我冷暖？可曾盼过我早日痊愈回京？昨日我踏进门，你第一句是嫌我丢了你的脸面，今日开口是怕我和离毁了你的前程。瑞儿，你口中的为你考虑，从来只有你自己为你考虑。你这样凉薄的儿子，我还真不想再为你考虑。云儿，瑞儿还小，不懂事，你别与他置气。夫妻多年，何至于走到和离这一步？昨日是我糊涂，慢待了你，往后我让阿音搬去偏院，主院还给你，中尉也交还给你，咱们还像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
我只觉得可笑，从前怎么会瞎了眼，觉得此人温厚可靠，竟拼着性命为他求来泼天富贵。既然你如此心疼你的柳姨，既然你觉得我这亲生母亲让你在书院丢了脸面，那岂不正好？我和离后，你的柳姨便可名正言顺地做你母亲，她将是这平远侯府名正言顺的夫人，再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平妻。你做你的侯府嫡子，她做她的当家主母，岂不正合了你的心意？陆云儿，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阿英回府后哭得肝肠寸断，她这几年为谢家付出了多少，你难道看不见吗？我万万没想到，你竟成了这般有心计之人。在太后寿宴上当众算计侯府，如今侯府名声受损，朝臣指点，这样自毁家门对你有何好处？你莫要忘了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你带着妾室耀武扬威时，可曾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侯府的前程难道就是你的前程吗？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都不懂了。侯爷，不好了，侯爷，柳夫人上吊了。柳姨，上吊？她那样贪慕虚荣的女人会舍得死？我才不信！侯爷，你让我死了吧！我本就身份卑微，不得姐姐喜欢，如今她又有太后撑腰，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姐姐既然容不下我，阿英唯有一死，方能保全夫君和瑞儿的名声。侯爷，求求你，让我去死吧！胡说什么？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逼死你。夫君，是我太贪心了，我不该进这侯府的门，更不该妄想着姐姐会与我姐妹相称，想着咱们大家能成一家人。这都是妾身的错，是阿宁命薄，受不起这份泼天的富贵，您就让阿宁去了吧，省得姐姐见了心烦，扰了你们的夫妻和气。胡说！你就是我的妻，我看谁敢在这府里容不下你。他陆云儿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口口声声要和离，不过是仗着太后宠爱，想以此来拿捏我，好显摆他正式的威风罢了。他要和离，那本侯便签了字成全他。我倒要看看，离了平远侯府，他一个和离过的残花派柳，到底还能嫁给谁？他如今在大觉寺搓磨的人老珠黄，又是一身断不了根的病气，在这京城勋贵眼里就是个晦气东西。等他在外面撞了南墙，再哭着求着回平远侯府时，我便只让他做个端茶倒水的贱妾。如此甚好。既然侯爷连我的后路都想得这般周全，那便请侯爷现在签了就这份和离书，放彼此一条生路。陆云儿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？签吧。好，陆银儿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拿走，滚！你最好记着今日这番硬气，别后悔。今日出了我谢家的门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，死生不相干。太后慈谕，圣旨到。阿英，快跪下接旨，定是太后娘娘气消了，降下赏赐了。奉太后慈谕，镇国将军之女陆云儿5年前舍命救驾，与太后有天大之功。因陆云儿今日弹肩所求，太后深感其意之决，特允准陆云儿与平远侯谢石安和离。和离后，念陆氏救驾之勋，特册封陆云儿为永安县主，赐县主府邸一座，黄金1000两，以示嘉奖。臣女陆云儿叩谢太后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远侯谢石安，既然你与陆阳儿不再是夫妻，往昔陆氏求来的皇恩不再木责于你，即刻起夺其平远侯爵位及侯爷封号。谢石安身份恢复至5年前，降为正6品校尉，即日交还侯爷印信，钦此。公公是不是宣错了？为何要夺我爵位？我在京中勤恳办公，并无半分差错啊！况且公公明鉴，这和离之事并非臣的主意，是陆银儿在大殿上当众提出的，朕才是受委屈的那个，为何要罚臣？谢校尉，你怕是做了几年高位，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天作奇才了吧？当年你为何能封侯？为何能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校尉一跃成为京中权贵？心里当真没个数吗？那是因为永安县主舍命救了太后，那爵位不过是娘娘念在县主的功勋上，怜惜她一个弱女子无法成爵，才恩赐给你这个夫君，替她顶着的罢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还是平远侯夫人，你便是那尊贵的侯爷。可如今你我既已和离，你身上那点微薄的皇恩，自然也就散了。这侯爷之位，娘娘收回的合情合理。怎么会如此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是平远侯，我是大朝的平远侯啊！官家赏罚分明，凭什么无缘无故夺我爵位？我不信，这定是陆云儿在太后面进谗言害我！我要面圣，我要去乾坤殿亲自问问陛下，我要让陛下还我公道！面圣，谢校尉，你大概是忘了，这乾坤殿的大门，极品官才有资格踏进去。以你如今正6品校尉的身份，连进宫给娘娘请安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封论面圣，
哼，别在这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谢大人，往后你好自为之吧。校尉竟然只是个校尉！谢时安，这一切本就是你偷来的，现在也该还我了。嬷嬷，可以动手了。是，老奴这就带人清点。陆云儿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红木嵌宝、珊瑚屏风一对，南海明珠九转冠一套，赤金头面16副，这都是我家的东西，你凭什么带走？瑞儿，你记清楚了，这些东西是你外祖父当年亲自为我备下的嫁妆，并不是你谢家的私产。108台，少1分1毫，我便去大理寺告你谢家一个私吞嫁妆之罪。云儿，这么多东西，你一个人带走做什么？这府里平日里的开销，还有瑞儿的书文。谢校尉，你一个正六品的校尉，也想消连这108胎的开销？姐姐，那只翡翠如意是侯爷亲口说给阿银押金的，你怎么能……那是我的陪嫁，谁给他的脸，拿着我的东西去讨好他的心上人？夫人，不，县主全部清点完毕，108台，连颗螺丝都没给他们剩下。好，这5年的富贵是靠我这108台嫁妆和一条命供养出来的，如今该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家徒四壁了。云儿，你当真要如此绝情？你且听我说，镇国将军府空窟了5年，早都没人打理了，瓦片残缺，杂草丛生，根本没法住人。我不让你走，那份和离书咱们撕了，那是气话，做不得数的。云儿，我向你道歉，是我昏了头才宠信柳氏，咱们还是夫妻，你依旧是这侯府的女主人，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谢大人，您现在该操心的不是将军府，而是您那只有几十两路买的正6品官职，能不能养得活这一府的人？我是担心云儿受苦。谢大人不必操心，太后娘娘慈悲，圣旨里说的明明白白，已赐下了正街最显赫的县主府邸，那里奴仆成群，陈设皆为内造。我们小姐如今回的是自己的县主府，可不是您这落魄的谢宅。娘亲，你带瑞儿走吧，瑞儿知错了。利益当前，连10岁的孩子都知道跟着谁对他自己最有利，哪里是想我这个母亲，不过是想要这富贵罢了。瑞儿，刚才在门口，你选了柳夫人做你的亲娘。那是柳姨逼我说的。不必解释了，有些机会错过了，便是这一辈子的事。谢大人，谢公子，告辞。谢时安，你的侯门梦碎了。奉旨查府，你已被夺爵削号，这平远侯府乃皇家官产，现按律即刻收回。这是我谢家的宅子，你们凭什么？哼，这是大朝赐予平远侯的府邸，既然谢大人如今只是个正6品校尉，按例只能去北街的小官巷待着。动手！谢府上下所有人等即刻轰出府去，只给你们半日时间，时辰一到，敢有逗留者，一律按抗旨罪论处。我的洞珠项链，我的金丝锦被，这可都是侯爷赏我的，大件都全部搬走了，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？夫君，这屋子实在太吵了，那被褥上都是霉味儿，阿银的身子实在受不住。受不住？如今能有个瓦遮屋就不错了。谢时安，你瞧瞧这地方，是人住的吗？时安，我当初就说那陆氏动不得，现在好了，爵位丢了，宅子疯了。老子昨天在街上想拿2斤肉，那杀猪的问我要钱，还说我谢家已经倒了。可不是嘛，我那苦命的侄儿，原本仗着侯府的名头在衙门里混个差事，今儿一早直接被人家扫地出门了，还说谢家现在连个屁都不算。这只是暂时的，等我灭了圣。面圣？你一个正6品的校尉，去城门口守大门，人家都嫌你官小。你看看这满院子的人怎么活？要我说，全怪这个丧门星，为了个见不得光的私闺女，把镇国将军的嫡女给气跑了，还弄丢了全族的富贵。就是，老子以前在京城横着走，谁敢拦？今早我去收债，
居然被人家乱棍打出来了！谢时安，你得给我们个交代！说话呀！儿子的啥啊？说话呀，谢校尉！你当初宠妾灭亲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大伙儿都跟着你喝西北风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时安啊，你让叔父说你什么好？你以前当侯爷当得好好的，全家跟着你享福，你怎么就非要纳个妾去得罪县主呢？就是啊，纳个妾也就算了，京城哪个权贵不纳妾？可你倒好，非说是什么平妻，这不明摆着要伤人家县主的心吗？时安，县主如今可是太后跟前的红人，不如你去县主府低个头，去哄哄她。这女人嘛，心肠最软，多说几句好话就哄好了。大不你跟县主挑明了说，不娶柳氏当平妻了，往后她只是个妾。只要县主肯回来，她依旧是谢家唯一的正妻，咱们谢家就还能搬回侯府去。不配不上，爹，我不去书院了，他们都笑话我。瑞儿，又怎么了？那些同窗都笑我住不起大宅院子了，说我现在根本不是什么世子，只是个没权没势的小校尉之子。他们现在都不带我玩了，还往我书里吐口水。他们还笑我的衣物是平民才穿的次品。书院的管事今早找了我，说爹爹现只是个正六品校尉，身份卑微，不配在劲松书院读书，下个月就不让我去了。没有你的阳光，一直留下热浪。万物皆无光，只瑞儿，你方才说什么？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这4年来是谁衣不解带的照顾你？是谁变着法子给你做点心缝衣裳？你不是说你讨厌陆云儿吗？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认她这个母亲吗？如今见她封了县主，你就上赶着要去认贼做母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柳姨？可是跟着你只能住破房子，还要被同窗笑话。还有你们一个个在这装什么清高长辈？当初陆云儿还没回来的时候，是谁在我面前陪着笑脸，口口声声唤我侯夫人？是谁变着法子问我要银子要差事？你们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拿着侯府的权势在外面强抢民女欺压百姓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说我这个平妻名不言不正？如今谢家刚落难，你们倒打一耙，打起谢府的秋风还嫌弃起我们来了，当真是厚颜无耻！你还有脸说？呸！若不是你这个骚狐狸勾引我们石安，迷得他3魂丢了7魂，他能放着好好的县主正妻不要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果真是外室养出来的私生女，骨子里就带着那一身狐媚劲儿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害得我们全族跟着你倒霉。若非是你，我们石安怎么会失去侯爷之位？你就是个丧门星，克死爹娘又克夫家，你这种货色就该拖出去沉了堂。够了！别再吵了！你们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瞧瞧外面站着的是谁？那不是咱们曾经威风把风的平远侯爷吗？怎么如今沦落到跟咱们一块守职了？哪儿还有什么侯爷？如今只是谢校尉，离了镇国将军府的扶持，连个像样的差事都求不着，真当自己还是个人物呢。两位兄弟，这月底的巡城差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给我？巡城可是个肥差，多少人盯着那点孝敬银子呢？谢校尉，你如今没权没势，上面又没永安县主撑腰，这没油水的苦差才适合你，老实待着吧。石安，这月的家用银子该发了吧？老家那边还要修祖坟呢。就是啊，这几日饭桌上连个荤腥都见不着，那些下人也个个偷懒，你赶紧拿些银子出来打赏打赏。我就这么多，官府扣了先前的俸禄抵债，如今我只是校尉，每个月只有这几种禄米和这点俸禄，就这么点儿？这连咱们一大家子3天的嚼头都不够。你以前当侯爷的时候，那108堂嫁妆随手一拨就是几千两，怎么现在这般穷酸？夫君，阿妮已经把能当的头面都当了，可瑞儿的书死费，这一府几10口人的口粮。以前总觉得谢家是100年世家，根基深厚，如今才知道，离开了他的帮扶，我谢家竟然只是一堆烂到骨子里的废物。夫君，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要饿肚子了。那些族人已经开始偷卖家里的旧家具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办法？我一个连上封面都见不着的校尉能有什么办法？以前我总嫌他管得严，嫌他将门出身太硬气，如今回头可没他陆云儿一分一厘的帮衬，我谢石安连个家都养不住。阿音，咱们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。你瞧瞧这日子，是人过的吗？夫君，妾身也没法子，
能卖的都卖了。你有法子！大理寺卿柳大人那是你亲爹，血浓于水，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亲闺女饿死吧？不，侯爷，柳夫人还在，我若是这时候上门，他会打死我的。他敢！你是柳家的骨肉，只要你回去认归宗，你就是柳家的大小姐。到时候柳大人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岳父，他可是大理寺卿，在圣前说得上话。只要他肯帮衬，把我的位置提一提，再往上升2级，重豪堂，咱们一家3口岂不是都能重回富贵？去，明天一早你就去柳府。烦请通传柳大人，就说阿英求见。阿音？哪个阿音？原来是那个勾引侯爷败坏门风的贱种寻上门来了。夫人，我只是想见父亲。住口！老娘的男人还没死，哪来的野种敢来认亲？来人，给我绑了！这种淫妇坏了咱们柳家的清誉，按规矩就该乱棍打死，丢去后山进猪笼。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把人放了！放了？柳成风，你这老东西好大的胆子，背着我养外室，还想让这奸圣子入籍？你是想让全京城都戳我脊梁骨吗？柳成风，老娘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要么你现在就亲笔写下这份断亲书，跟这小娼妇彻底两断，哼，要么明天就跟他一起滚出柳家，老娘亲自去凤兴府告你一个宠妾灭妻之罪。夫人，这若是闹到奉天府，我的官位，你若不写，老娘让你连命都保不住，选吧。签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柳成风再无你这个女儿，生死荣辱与柳家再无干系。既然断干净了，还留着丧门星在这儿做什么？给我扔出去，没得脏了咱们府里的地砖。父亲，你当真如此狠心？我肚里还怀着您的外孙啊！外孙？谢家那一窝子穷酸鬼种出的秧苗，也配叫我柳家的外孙？滚！谢公子，不，谢小郎君。这青松书院乃是京中名门望族子弟求学之地，令尊既然已被削爵革职，这往后的师徽怕是也交不上了吧？我爹是校尉，我是谢家的世子。世子？你家那破屋子连我家马厩都大，你也配在这儿充面子？走吧，这高门书院是你现在高攀不起的地方了，莫要在这丢人现眼，耽误了其他贵公子的课业。夫君，别喝了，柳家跟我断亲了，瑞儿也被书院赶出来了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谢山，你昨日因酗酒误了教场点兵，上峰震怒，即刻起，革去你正六品校尉之职，收回腰牌。革职？侯爷没了，校尉也没了，这下当真是干净了。没出息的东西，连个校尉都保不住，还指望我们跟着你喝西北风？这石安呀，已经彻底废了，趁早散伙吧。这2天我连口热粥都喝不上，这些东西就当是补偿咱们了。那是云儿买的，别拿！滚开！现在还提县主，你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了。林夫人，求求您借我10两银子，哪怕5两也行。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家里连稳婆都请不起。你是平远侯府那个……哦，瞧我这记性，谢家早就倒了。柳氏，你以前仗着宠爱，在咱们圈子里可傲得很呢，如今连你亲爹都不要你了，谁还敢借钱给你？一个铜板也借不到了，难道天真要亡我可成？给我那玉佩还能当几个钱，让我去换一壶烧麻子。夫君不能当呀，这是我娘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，是留给孩子出生的保命钱。少废话，老子现在就要喝。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校尉大人，夫人腹大难产，这是大出血呀，得赶紧请名医脉伤好的百年老参吊命，否则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。名医，老参，我连买米钱都没了，哪来的银子？阿银，你别过来，云儿，我错了，阿银在找我，她在下面找我呢。爹，我不去私塾了。他们说我是野种，说我是外室的孩子，我再也不去了。放肆！何人敢惊扰县主车驾？云儿，是我带瑞儿来看你了。瑞儿这些日子受了不少苦，她总在我跟前哭，说她想娘亲了，想的饭都吃不下。云儿，我也知错了。
这几个月我日夜夜想的都是你。咱们当初在校场初见，在将军军府成亲，那些好日子我从没忘过。我也想你了。谢大人怕是记错了，听闻谢大人早已和柳氏在那窄巷里成了亲，如今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。我还没恭喜谢大人喜结连理，既然成亲了，那瑞儿也算有了新母亲，圆了他当初在大门口喊着要柳姨做亲娘的心愿，岂不美哉？母亲，瑞儿不喜欢柳氏，她整天只知道哭，还要我干重活，那些穷孩子的都欺负我，我还是想自己的亲生娘亲。娘亲，你接我回大宅子住好不好？瑞儿，柳夫人不是你心尖上的良母吗？怎么，如今谢家没了侯爷，你这孝心也跟着没了吗？云儿，别提他了。云儿，柳氏已经死了。哦，怎么，谢大人现在也觉得柳夫人碍眼了？娘亲，您跟我们回府吧，柳姨已经没了，家里连个生火的人都没有，瑞儿好冷好饿，瑞儿不能没有娘亲啊！瑞儿，你是想念我这个母亲，还是想念这县主府邸里的锦衣玉食？不，瑞儿是想念娘亲的疼爱。疼爱？当初在大门口是谁指我鼻子说我老气横秋，说我让他丢尽了颜面，如今我成了县主，你倒想起我的疼爱来了？灵儿，瑞儿她还小，她只是被柳氏蛊惑了，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县主，入宫的时辰快到了，太后娘娘特意嘱咐了，今日寿宴后要在暖阁与县主共品新茶，若是因这些不相干的人耽误了时辰，冲撞了太后的雅兴，谢校尉你担待得起吗？臣不敢。嬷嬷说的对，为了些旧人让娘娘久等，确实不该。娘亲，你带我走吧，只要你带我走，我以后只听你的话，我再也不提柳姨了。谢大人，谢小少爷，你们记清楚了，从和离书签下的那一刻起，陆婴儿与谢家便再无瓜葛，往后谢大人也无需再带着公子登门，即便跪死在这府门前，我也绝不会再见你们任何一个。云儿，真的要这般绝情？绝情？这可是谢大人亲手教给我的。县主起驾。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余生你们就跪着走完吧，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云儿，哀家瞧着你如今的样子，才算是放了心。当初那谢家当真是个火坑，离了也好。托娘娘的福，云儿如今在县主府里关起门来过日子，竟觉得比前半子都舒坦。那是自然。哀家听闻那谢石安如今在校场连个新兵都管不住，整日里借酒消愁，这种没出息的东西，当初真是瞎了眼才让他成爵。这是京中几个家世清白、人品端正的世家子弟，虽说你如今是二婚，但有哀家做靠山，又是救驾的功臣，谁敢嫌弃？挑一个，哀家给你指婚。去，谢校尉，这已经是你欠的第5顿酒钱了，没钱还想喝好酒，去护城河里喝水吧。瞧见没，这就是以前那位平远侯。什么侯爷，不过是靠着原配夫人的军功蹭了个爵位，现在被县主甩了，原形毕露喽。瑞儿还在那私塾读着。是，谢大人现在那点俸禄也就够供那样的地儿了。由他去吧，个人有个人的造化，今生既已选了那条路，便自己走完吧。曾以为我回京是为了重温旧梦，后来才明白，这一趟不过是亲手埋葬了自己。梦醒时春山薄，但今生我不觉得冷。